师傅，去正义路17号。好嘞，坐稳了您嘞。哎，师傅，咱是不是走错路了？这不是去正义路的路吧？师傅，师傅，你停车！你停车，你让我下去。不是，你们又要干嘛呀？出座。《新之报》主编萧洪恩，喜欢诗吗？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你又是谁？鄙人陆子仪，爱好诗集，最喜欢李白的诗。不是，你们究竟要我干嘛呀？不识时务，不知进取。现在给你个机会，你现在就是政府的人了，你的报社也可以当成挡箭牌。政府需要你以《新之报》总编的名义，再加上老有内职的身份，去接近林问月，监视他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及时向我汇报。还有，林问月在写的那本《殷代历法考》，你要想办法延缓他的写成。不对，不是延缓，是让他写不成，明白吗？你们是受政府之命吗？那我就不明白了。政府为什么要去阻止一个大学教授写书呢？林先生的文章势必会惹怒日本人，战争就永远结束不了。阻止林问月，就是为了尽早的息战啊！不对，我做不了。《新之报》的宗旨是做一份有态度、有风骨的报纸。我身为总编，又岂能出卖人格、出卖尊严呢？人格？你有人格吗？何谈尊严？我来帮你回忆回忆。查，萧洪恩生于民国元年2月13日，民国17年。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文理学院留学，民国20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新闻专业。同年，加入日本秘密组织盘龙社。盘龙社为日本军国主义特务组织。加入日本的盘龙社，那可就是汉奸行为。知道汉奸的下场。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组织是干嘛的，我还以为是个革命组织。谁的组织啊？谁的革命？跟谁革命？难不成你是想把党国的信息卖给日本人吗？我没有，我从来就没有出卖过国家。出座。这个萧洪恩还有个女朋友。哦，别告诉我珍珠，我求你了，我听你们的还不行吗？还是个情种，啊？萧主编，看看这个，记在心里。
这是切记帮我们找到武丁甲，后面3道武丁甲的划痕涂成红色。大表哥，大表哥，哎，张琪，慢点！没事吧？这多大人了，还这么毛毛躁躁没有撞的？到你吧？我没事儿，你没磕着吧？没有。哎，我是不是得改口叫你妹夫了啊？别说我了，我来云南还没看到过珍珠，你把它藏哪儿去了？嗨，他哪闲得住啊？他去滇缅公路拍工程照片去了。大表哥，我们可是等着喝你喜酒呢。喝，早晚得喝。但是你这个准嫂子呀，现在还没定性，不急。丁小哥，队长，哎，洪恩哥，你怎么跟队长在一块儿啊？啊，我等你来接我，结果刚好遇到洪恩。对，我来拍点照片，我打算出一期关于富华的消息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有谁知道这个富华的华字为什么少一横啊？哦，富华取自中华复兴之意，我上过金教授课，他讲过这个典故。不过这个校徽确实少了一横。这个是康先生设计的。千言，这个少一横是有什么讲究吗？妈妈说，画字少这一横，预指国土被侵，不再完整之耻，以此来警醒师生勤勉攻读，以收复河山为己任。洪哥，今天正好我约大家去源头山春游，你一会儿没事的话一块儿去吧。我今天有个大事要去。哦，什么大事啊？这小子卖了1天官司了。洪哥，等一会儿你跟海神一辆车，我们留一辆车给队长。啊，队长，你身体不好，慢点骑，不着急啊。别闹，别闹。懂了，行，咱们走。走，行，那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霍山，你小心骑，源头山山路的，别摔着了。好。哎，你抓稳了，我加速了。这里离源头山远不远啊？不远，前面马上到了。好可惜啊。啊？没有，我说这里好漂亮。那等把日本人赶跑了，我天天骑车带你。你是在等张琪哥哥吧？是啊，他们怎么还没来？我知道，你是既担心张琪哥哥，又想给他时间单独和海棠姐姐在一块儿。怎么小显英现在这么懂事了，已经是个大孩子了？我已经长大了，在你不在的时候，只有你认为我是孩子。我比你大8岁，怎么看你啊，都是个孩子。
我爸爸就比妈妈大8岁，也没觉得妈妈是个孩子。念桥哥哥，你有没有？队长，你没事吧？路滑小心啊！哎，小心！没事。啊，破山，什么大事神神秘秘的，山底下不能说啊，非大中午让我们爬上来，累不累？我这只买到4瓶玫瑰老卤啊，今天必须1人半瓶。来，这是队长喝海棠的。来哥，你和浅英喝这瓶。浅英不能喝酒啊。海晨，哎，你和洪恩哥喝这瓶。民国27年闰7月初4，今天圆通山漫天彩云，和众位好友帮我做个见证。我曾破山正式向许元英小姐求婚。战乱之时，我就将军装左胸前的纽扣作为聘礼，封于嫁衣左胸，常伴于你。我发誓，从今往后对你不离不弃，与你相伴终生。元英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好，好。请诸位好友为我们做见证，我许元英与曾破山从此相依，生死与共。可以啊，破山有魄力。这么下去，你哥要着急了，是吧？哎，队长，你也得加油了，你可是队长呢。没想到一转眼破山就长大了，马上就要结婚了。父亲要知道这个消息，一定特别欢喜。师傅肯定会说，念桥你自己还是个孩子，还老觉得别人是小孩子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新的寒光中队，破山以最优表现成为长机，双喜临门。哇，好棒！长机？张琪，你不是长机吗？寒光中队有几位长机啊？哦，队长是伤还没好，暂时不飞了。我身体马上好，但是呢，寒光中队不能没有长机。念桥哥，张琪的伤到底怎么样了？他走腹叶中弹，子弹离大动脉还挺近的。韩委会找了最好的医生过来给他做手术的时候，也没有办法取出那个子弹。现在那个子弹发生了位移，如果心肌收缩，力量过大的话，就会导致那颗子弹刺破心脏。不过你也不用着急，医生也说了，只要运动不太激烈，保持一个心态的平稳，再活几十年也是没问题的。而且他还年轻，等再过一段时间医学发达了，可能就不是问题了。那他还能飞吗？这段时间训练都是我在带着，他现在心里应该挺苦了。不能飞，他的生命应该缺了一块。我前些日子挺担心他的，不过好在他能把你找回来。这段时间他都比前一阵爱笑了。或许他不能飞，对于你们两个来说是件好事儿。你也不用再为了他提心吊胆了，不是吗？虽然不能飞，身体差了点，
但至少还能平静的活着，也算是好事吧。破山虽然是新飞，但绝对算得上是飞行天才。是啊，哎，破山，什么时候办喜事啊？最近昆明还挺太平的，马上办了吧，踏实。我们想着还是等长辈到了再办吧，毕竟元英的父母不在这儿。你这么说，你哥巴不得你爹早点到昆明。那倒没问题。依我看啊，咱们先把酒喝起来，就喝到跟那天一样微醺，这样君子之义啊才能有体会。等一下，我也有一个喜事要告诉大家。哦，难不成你跟张琪也？不是，是我要以普及女性教育为人生理想，开学后就去读师范学院了。海棠姐姐，可是你年前闹那么一出，又上书又上天的，不是坚决要跟我爸爸学习考古吗？考古我也不会丢的，我会像林先生和康先生一样，一边教学一边治学。至于师范，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一路从北平、杭州到昆明，一路上我遇到了以密育人的傅先生，还有那么多炮火下的同胞们，这让我意识到了中国之大，足够丈量一生一世。所以我想通了，育国强必先民强，育民强必先家中女性强大。女性是下一代老师，也是家中温暖之源。所以，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推动以及普及女性受教育。好，说得好。以前一直觉得呀，妹妹娇弱，没想到这一次你不仅有徒步4000里路的勇气，如今还有如此大的抱负，比我这个当哥哥的强多了。平生事，此时凝地，谁会凭栏意？红啊，来昆明只见了你一次，还是匆匆照面，我都没来得及恭喜你。你一直想办自己的报，现在新知报终于办起来了。也不顺。之前呢，争取的是独立办报的资格，后来被取消了。以前我觉得只要有一根笔，求真务实，就一定能办好报纸。现在啊，我还是太天真了。啊，对了，张琪，航校这边有没有什么新闻可以给我的？有，我跟教育长建议了，让他吸取之前南京、杭州遭遇空袭的教训，在昆明也设计一个预警网。日本飞机必然进犯昆明，迟早的事儿。那如何预警呢？我们还只是土办法，多建瞭望塔，层层预警。五华山算市中心，也算高地。白渡办在那里建了2座木塔，我们在塔顶上装上灯笼，就以红灯笼和绿灯笼作为区别。可昆明离日本这么远，怎么还是躲不掉日本的飞机啊？因为日本一旦攻下我们的军用机场，必然会改成飞行基地，所以只要不把日本人从我们的国土上彻底赶出去，就永无宁日。对，从地面打来的，我们从地面打回去；从海上打过来的，我们从海上打回去；从空中打来的，从空中打回去。那我们今天就正式结拜吧，许个愿。开飞机的、办报馆的、当老师的，还有你们读书的，不管是谁，我们都要以君子之义一心报国，勿做神州袖手人。一心报国，干！今天啊，真是天意。上次在北平，大表哥跟聂乔哥都不在，这次啊，我提议合个影儿。好啊，好，好。
海棠，我跟队长都忙，到时候他们婚礼多费心啊。嗯，我跟钱一块儿。对，我也可以帮忙。你这车是？哎，曾天桥，李中尉，可算逮着你了。李中尉，你不是应该在重庆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哦，我刚调回昆明，第一件事就是来逮你。逮我？什么事儿啊？好事儿啊！太平洋上的风云，大重电一场。张队长，借你的副队长一用，许不许？队长，我突然想起来队里还有事儿没做。哦，那正好，我跟海棠要回上村找林先生说点事儿，你把事儿办完了来接我归队。是。表哥，跟我们一块回去吧，妈妈说要给你做饭吃。哦，行，但是我得先回趟报社，还有一点东西要弄，晚点来吧。好，等你啊。李中尉，真的队里有事儿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这个是东来的房间，这是海城的房间，这是曾伯伯的房间，这就是我的房间。你随便看吧，临时住的，所以有点不太干净。这个不是？等一下，你干嘛呀？这个是我在安逸捡到的，还给你。不用还我，这样也挺别致的。你那些风铃都没从北平带过来吧？嗯。下次我再帮你做一个。张琪哥哥，我爸爸回来了，让你过去一下。走吧。哎，小姨，忙着呢。哎，来了，坐会儿，一会儿吃饭了啊。哎，我听说张启他们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在林先生屋呢。啊，行，那您先忙着，我去看一眼他们。哎，林先生，南京一别已经大半年，我今天来，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有事你就说嘛。金教授为了保护武丁甲，煞费苦心，用性命做了这么一个周全的局。您可把他安全带到昆明了？张琪啊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张琪，武定甲在离开杭州的时候就已经丢失了。什么？是我不好。武定甲是他用性命保护下来的甲片，可是我却没有保管好。你说，哎，我真是对不起他呀。那，您可还记得当日有什么细节？老林，这枚印章有些特别。不对呀，明号章应该是两方配合。
想起一件事情。金教授经常讲的一句话，他说鸽子最大的特点是无论飞离家有多远，总能找到回家的路。训练大家这么久了，我要说的话，想必你们都记住了。任务就拜托你们了。小黑，记得一定要让林兄明白。星帅息，众星西沉，旭日初升。没有，武丁甲是放在一个木匣子里，木匣子是放在岳王庙的墙洞里面的，原本还在，我看到，可是走的那一天，那木匣子里是空的，莫名其妙的就没有了。那您的研究也因此停滞了？那倒没有。武丁甲的拓片在我这儿，还有从南京史语所带回来的拓片，所以书我还在继续写着。那就好。小爷啊，我这成天写稿子，现在换换脑子，帮您干个活也挺好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您说这林伯伯，他也是整天写书，那应该也很累吧？可不是，这康先生跟我说呀，林先生算的那些历法呀，难得很，才成稿了几10页，且写着呢。你等着吧，2年后见。其实，我应该早点向你汇报武丁奖的事情。去年6月16号，金先生在北平把甲片托付给了我。后来忙于战斗，没想到甲片居然在杭州丢失了。金先生是我觉悟的领路人，他的嘱托也是组织的嘱托，是我没保护好武丁甲。这件事情，我会向组织上报告的，我也有责任。这事跟你没关系啊？有关系的。6月26日，金先生在见你10日之后，也把我叫了过去。他故意把我叫到他家，给了我一个一模一样的盒子，为的就是把敌人的视线引到我身上，保护护甲车。金先生的暗语我懂，东有启明，启就是你。我应该协助你保护文物，同时保护林先生完成殷代历法考，肃清中华新史的开端，这是我的任务。不过我问林先生了，拓片还在，倒是不影响他写殷代历法考。谁？出来！哥，是我，那么凶干嘛？你要找的东西在我这儿呢。这杭州那个乌龟壳被我带到昆明来了，你说我是不是跟我哥一样，也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？东西在哪儿？带我们去看看。跟我来。就是这儿了。哥，是他。金先生用命来守护他。你们说的金先生，跟我在路上遇到的傅先生是同类人，死心眼儿，但
挺让人暖和的。师兄姐乃仙，一锤丹青。啥？哦，就是说在危急关头才能显现一个人的节操。所以，我算是做了件大事啊。大事儿，你把林先生要取的东西拿走了，害他差点把命都丢了，那才是大事儿呢。以后别做偷鸡摸狗的事儿了，不然啊，我替二哥教训你。好，哥，我知道了。我猜，金先生不仅仅是要藏起武丁甲，而是给所有觊觎武丁甲的人设了一个大局。这样，从今天起，我来守护这个甲片。好。珍珠，珍珠，珍珠，真的是你啊！来来来，先坐下。来，把相机放下。不是，你不是去年11月份就到昆明了吗？然后这次我一到昆明，我就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啊。我呢是先回了一趟昆明，然后我就去长沙了，然后又从长沙到了重庆，最后我还去了一趟滇缅公路。我拍了好多滇缅公路的照片，壮观的不得了。这个月公路就竣工了。不是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还去了一趟长沙？你现在去长沙干嘛呀？你不知道现在战乱时期，华中地区它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可怎么办呀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闲不住，就愿意多走走，多看看。越是打仗，越想看得更多。这次去长沙，我的感触特别多。哎，洪恩，你知道吗？富华大学在迁到昆明之前，先是在岳麓山下临时搭建的校舍，还有燕西大学，几千人学生从平津迁过来的。你都不知道，那个圣经学院啊，每天一大早上就是满员的读书生。哎，我这个不爱念书的人都被感染了，所以我决定也要去念一个大学。什么？你念大学？小何，你瞧不起谁呢？等着瞧吧你。行。这什么人啊？车都快开到教室里来了，是来上课的吗？哎，走错路了吧？哎，你们有人知道师资培训班在哪上课吗？各位，有没有人看见我们家小姐在哪儿啊？你们家小姐，谁啊？我们家小姐那是白飞督办的女儿。哦，那不就是白飞家的小魔头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带着家里人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进来的时候听到笑声，谁在说白飞家的小魔头啊？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你们刚在校的白飞家的小魔头白珍珠。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同学了啊。这位同学，还记得我吗？珍珠小姐，你不是记者吗？怎么到复活来了？哎呀，从今天起，我罩着你俩。请问你什么人？你是老师吧？
我是白飞白督办的副官，这是我们家的小姐。门口还有些学生，那是孟秘书长答应要办的师资培训班的学员。以后还请老师您多多关照。既然不是学生，就请离开教室。还有，你那辆车不要开进校园，停在校门外。你干嘛呢？没听到康先生说什么？赶紧带他们回家去。是。快点。你们几个学生进来吧。好。走。现在我们上课。起立。先生好。请坐。富华师范学院第1堂课：仪表整洁，衣无需华丽，但需洁净；人无需富贵，但需正直。诸位，你们都是未来的先生，你们的模样就是你们将来教出学生的模样。光和热是从事教育之人的原动力。我们富华大学师范学院最重要的精神就是4个字：传播光明。东方文化追问世界存在的方式，是睁开眼睛看世界风雨变幻，闭上眼睛以醒自身。知我能者尽善尽美，知我不能虚怀若谷。下面有请同学们和我一起闭上眼睛，我们一起听雨自省。同学们，下课。起立。珍珠小姐，你还不走吗？这也太难记了，我再写一下。走吧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再见。就我这万宝全裁缝铺啊，做婚服是最漂亮的。太好了。不过最近这个南下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旗袍生意倒是越来越好。那请2位先看看料子。好。好。这个怎么样，富山哥？你的新娘子就应该穿得红一点。这个太红了，原因更起素养，不行。那我们再看看。但这几个又太素了。 2位看看这个料子，快！哎，这个好看。这个好看。富山哥，可以吗？就这个吧，这个好看。真好看。本地人啊喜欢艳的，所以我进的不多。但是做旗袍啊肯定是够了。如果2位喜欢的话，我便宜点。 行，那就这个了。得嘞，那我们来选选扣子吧。这个
婚袍啊，一般会有这个角扣、梅花扣、直扣。我不知道二位喜欢什么扣子，可以看一看。对了，老板，可不可以把这个扣子缝到衣服上？这是军服的扣子。这是我哥哥的心意，就麻烦您帮我们做在婚服的左胸。对了，这是尺寸。哦，嗨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行，我现在记录一下。衣长14寸，二位慢走啊。好，麻烦你了，老板。慢走，慢走。白珍珠同志，你以白家女儿的身份进入到富华，要继续保护好那几位先生，尤其是林文月林先生，因为他现在正在写的殷墟是抗击日本文化侵略最好的武器。据我们的情报，现在日本盘龙社也在通过国民党航委会的一些腐败分子向富华伸手，而且他们已经成立了文化侵略计划小组，专门培养汉奸，以文化侵略和暗杀我们的中国学者为首要任务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，努力保护好这些学者，因为他们才是我们民族振兴的希望，是我们真正的国宝。明白。哦，对了，我很担心，你这样突然去富华，会不会引起你父亲或其他人的怀疑？不会，我这样去富华，反而是对我身份一种保护。我离家这么多年，这次回来也算是随了我父亲的心愿，他应该对我的变化还不是很清楚。珍珠同志，老金已经向我们的组织汇报过你的工作表现，而且非常肯定你对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贡献和你革命的决心。只是，这次你毕竟回到了云南，可能对你来说是一次新的考验。请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别乱跑，过去看看。哎，当古董啊！结果我啊，买吗？你想要什么呀？这个挺好，这个啊，好，娘给你买。当古董，来看看啊，特别好。看这个，娘给你。哎，小明啊，你有钱吗？当古董，掏钱。哎，2文钱。咱在那边吧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曾伯伯，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？哎，他们抢我东西，快帮我要回来！你这东西不能打开的，你这个东西很危险的。钱英，让他们打开，毒死了人和咱们没关系，咱们回家走。哎，小妹儿，啥意思啊？那拿人家东西干啥？这是富华大学老师，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吗？里面装的是一种蛊毒，打开之后全身流血，死得很难看哦。很危险啊！伸手去摸一下。不能打，不，千万不能打开啊！富华大学的，也就是穷生，钱都没的，古怪倒是有的，这么危险，给你。不，好，你们走吧，去吧。哎呦，师傅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么乱，这是什么人都是。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？我给您拿这个。不是很脏，真的脏，真的。师傅，您来的正是时候，您家正大喜临门呢。是吗？你见到破山没有啊？见到了，我们先回家吧。我们回家说吧。好。哎，元一，破山回来了。对啊，曾伯伯也回来了。真的啊？嗯，太好了，走，告诉他我们的婚事儿。他先回富华了，等等吧。啊，那行，那就等他回来再说。嗯，哎，刚好，带你去看样东西。去哪儿啊？小心。看，秋千，这怎么会有一架秋千啊？
我亲手给你做的，坐上去试试吧。你怎么选择建在这个地方？为什么不建在谷仓附近啊？这谷仓几大家子人住着，跟大杂院一样。等结婚以后，我去找个地儿吧，咱俩搬出来自己住。我倒觉得和海棠跟钱英他们住在一块儿挺热闹的。不过，你要是这么想，我也不反对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啊，怎么样都好。我就知道你这么想。你看，这面北，再往北8000里地，就到海伦城。8000里，好远啊！不过，坡山就是在那么远的地方长大的呢。好想回去海伦城看一看，想我娘、姥姥、姥爷。我得有6年没回去给他们上坟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。总会回去的，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东北。好，到时候我把你带回去，给我娘、姥姥、姥爷看一看，看我娶了一个多好的媳妇，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。等到了秋天，我在这边种上些芍药花，还有棒槌草。对，等以后我们有了小园阴呢，我就再种上些龙葵，我们那儿管它叫悠悠果，吃起来又酸又甜的。小云肯定到时候喜欢跑过来摘着吃。小园阴，那为什么不能是小坡山啊？万一爹想要一堆孙子怎么办？甭听他的，听我的。哎，爹，这些书给您搁哪儿？哦，我分好类了，这2摞放那儿，这2摞放这儿。哎，好嘞，好啊。哎，来，过来，你们过来，我把你们改造过的霍克3又加工了一下，续航能力虽然差点，但是速度和爬升率都提高了。看看，看看啊，改成了，啊，改成了，新的霍克3诞生了。我把这个副油箱去了，啊，油路也改造了。但是我跟你们说啊，小子，这个拆东补西，这只是个权宜之计。如果真正想提高这个战机的性能，那还得是里边的发动机，啊，先应对着吧。是啊，现在空中续航能力会差点。哎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，我往燃油里啊加了点儿，它能提高燃油的辛烷值。考考你，这里边是什么？烷基铅。嘿嘿嘿嘿，那点东西没白学啊，那点东西还记住了。对，但是我往这里边加了点锰化学物，就变成了烷基铅防爆剂。我估计这个防爆震的效果会好得多。多谢先生为战机护航。嘿嘿，哎呀，改造战机这个事儿啊，虽然是提高了战斗能力，但是危险也增加了。如果一个不小心，先生，我明白，
你明白什么呀？这是个双刃剑啊，要么成，要么毁。所以啊，这个技术一定要过硬。是啊，咱们队里能飞他的，只有我和破山。哦，爹，我还头一回见您露这一手，您和队长加起来，那等于无敌了，真的。嘿嘿。无敌！日本96陆攻，操纵性好，但是速度差点儿，所以啊，咱们要保持纠缠，从火力死角突袭。另外，96陆攻的盘旋性能也不行，咱们要利用机动性与它格斗。没错，日本机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不讲究空中编队。我们只要默契配合，共同协作，用我们长处攻他们短处，就可以战胜他们。飞行秋千战术啊，之前副队教过大家。这架改装以后的西山号，重量轻，空速快，格斗性能大幅度提升，所以它将作为咱们飞行秋千的掌机。现在，我要选拔一个飞行能力最强的人，来飞这架西山号。曾破山，从今天起，西山号就是你的座机了。明天起，编队训练。哇，太好了！不过你记住，西山号没有副油箱，所以它的滞空时间比同机型短，千万不可蛮干。简单来说，西山号打的就是一个快，一击即中，一中即返。你记住了，该返航时，无论战况如何，必须返航，否则军法处置。是，我记住了。重复一遍，该返航时，无论战况如何，必须返航。好，破山，你也算双喜临门，自己宣布一下。好，兄弟们，4月初3我结婚，大家一定来啊！一定来啊！肯定来啊，知道吗？不就4天后吗？对，一定得来。你小子可以啊！原本2年前就该结婚的，结果昆明一战一拖2年，让人家许姑娘在家里等久了吧？哎，哥几个，咱们得好好给破山闹洞房啊！好啊！来，吃菜啊！谢谢父亲，谢谢爹。哎，好，爹，这杯我单独敬你，啊。这从前不懂事儿，总惹您生气。今天正式向您认个错。长大了，是要结婚的人，还会说话。好，喝吧。好啊，爹好。我今天正式飞西山号了。啊，你也要飞西山号了？那该叮嘱的这个张琪都跟你说了吧？说过了。我就跟你说一句，安安全全的回来就好。啊，会的，爹。而且，儿子明天就成亲了。您的2个儿子呀，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今后我还有我哥，还有元英，会一起孝顺您。这一晃啊，你们兄弟俩这都长大成人了。念巧，还记不记得当年，在那个北平，这个东单礼仪局牌楼底下，你也就这么高吧？啊，瘦的皮包骨，跟我小时候一样的。追到我屁股后头，啊，怎么赶都赶不走，没办法，就只好带上了。哎，这一带就带成儿子了，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儿。哎，念巧啊，你不行啊，啊，你这谈恋爱方面，你得跟破山学学啊。你看看人破山，哎。要按过去的这个老理儿啊，
长兄不结婚，这个次子是不能成亲的。父亲，您可不是墨守成规的人，咱别听这个。爹不是墨守成规，我就是说啊，你呀也该谈恋爱了啊。这方面你跟破山学学。爹，哥那是被女朋友追着跑的人，等哪天哥把女朋友带回家，没准您能吓一跳。有这事儿吗？当然有了，还能吓一跳啊！西山老母啊，还是天上的宫女啊，还吓我一跳。都不是啊，那是我们航校唯一的女妃。女妃？运输大队的离心野中尉。哎呀，那可真是走路都带风，开枪不眨眼的。哎，破山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破山，你别乱说话。有没有这回事啊？这个黎中尉呢是我的同事，他就是好心想请我看一场电影，送了我一双自己做的手套，仅此而已，一点别的事儿都没有。都这样了，是不是？这傻小子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知道这是人家向你表白呢？对呀，这样就是对我表白了？当然了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啊，是吗？我没往那边想啊，哥。打仗您是我教官，这谈恋爱，你就得认我做教官，教教他，教教他。哎，这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这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哎，不对，等会儿啊，父亲，咱们今天来是讨论他明天婚事的步骤啊，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呀？啊，这个步骤这个事儿，你们自己去想，哎，我不管，哎，我就等着抱孙子了啊。圆圆姐姐真漂亮，破山这料子选的真好，裁缝的手艺也不错。我们破山哥的眼光啊，找媳妇挑旗袍都是最好的。哎，可是为什么这个扣子是个铜扣？那可是有典故的，那是破山哥军服胸口上的扣子。他可是说了，未来他的心要跟许元英小姐的心一块跳了。浅音，想什么呢？没怎么，好看。我们小姑娘也有心事了。有什么事跟我们说啊？如果我以后也能像你们一样，嫁个保家救国的大英雄就好了。可是我见过念巧哥哥的女朋友了，我以后嫁不成他。小姑娘都胡思乱想什么呢？念巧哥什么时候说过他有女朋友啦？对哦，没说过。元英姐姐，我以后也要像这么漂亮。海棠，我觉得到时候你戴这个头纱肯定更好看。都怪破山这么着急。你说等过一段时间，张队长身体好一点，你跟他，我跟破山，我们一起结婚，那多好。他还没有跟我说婚嫁的事情呢。那你想不想嫁？你说呢？肯定是想。只是最近啊，他的一门心思都在赶战机上，不是在机场，就是在队上训练。我呢，也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最近我跟康先生一起在帮林伯伯回忆拓片，要重新画出来。我还要学好师范，办女子学校，跟着林伯伯一起学甲骨文。我想未来在我的女子学校里面办一节历史课。好啊。所以呢，就算晚一点结婚也没关系，只要他心里认定了我，我心里认定了他就够了。那你是什么时候认定张琪哥哥的？我想想啊，应该是8月14号那天，诊所被炸了，我就跑到海棠树那边祈祷，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。结果他就真的突然出现了，我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认定他的吧。只是那个时候还小，我嘴硬不肯承认，还跟他打赌呢。我记得那时候孟某母说找大师算过，对吧？说你未来的夫婿是个身上带着海棠花的，你记不记得？张琪哥哥身上有没有海棠花？
还真有。